48000公里，世界第一，6兆人民幣也是世界第一。前面那個數字是中國高鐵的營運里程，後面那個是他背後那家公司欠下的債。6兆人民幣是什麼概念？換算成新台幣大約27兆，等於台灣中央政府一整年總預算的8-9倍。再換一個算法，台灣高鐵當年整條蓋下來大約4800億台幣，這筆債可以把台灣高鐵從頭到尾重蓋50幾次，而且這還只是賬面上的總負債。如果把地方政府為了配合高鐵欠下的各種隱形債務也算進去，實際的數字恐怕連北京自己都算不清楚。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這個全世界最大的賠錢生意——中國高鐵。它跑得最快，蓋得最多，里程世界第一，然後賠的也是世界第一。更詭異的是，它還陷入了一個死亡回圈，8個字就能講完：跑得越快，賠得越多。這幾年中國官媒最愛講一個詞，叫新四大發明，高鐵排第一名，是大國崛起的頭號招牌。招牌擦得金光閃閃，但招牌後面那本賬，官方從來不主動翻給你看。今天我們就來翻一翻。有人會說，那是對岸的事，關我們什麼事？關係可大了。同樣叫高鐵，人家蓋成什麼樣，賠成什麼樣，對我們來說就是一面免費的照妖鏡。看別人踩過的坑，永遠是最便宜的學費。一個被捧成國家名片的超級工程，怎麼會變成一頭甩不掉的吞金巨獸？別急，我們從頭說起。時間拉回2003年，那一年，一個叫劉志軍的人當上了中國鐵道部部長。這個人有個響亮的外號，叫劉跨越，因為他開口閉口就是跨越式發展。別人蓋鐵路是一段一段慢慢蓋，他是大筆一揮，直接畫一整張網。據中國媒體後來的描寫，劉志軍是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可以連續開會到半夜，逼着整個系統跟他一起連軸轉。在他手上，中國鐵路推出了野心勃勃的4縱4橫規劃，要用高速鐵路把整個中國縫起來，讓大城市之間朝發夕至。聽起來像科幻小說，但他真的把它蓋出來了。他的玩法叫市場換技術，把日本、德國、法國的高速列車技術引進來，消化吸收，再包裝成國產動車組。短短幾年，中國高鐵從一片空白直接跳到世界最前排。你不得不承認，這個速度確實嚇人。2008年8月，中國第一條時速350公里的高鐵京津城際正式開通，從北京到天津只要半小時。從那一天起，中國高鐵就像一列被踩死油門，然後拆掉剎車的列車，一路狂飆。2010年12月，京滬高鐵的先導段上，國產動車組更跑出每小時486公里的試驗記錄，官媒歡呼這是陸地飛行。那幾年的中國高鐵活脫脫是一場速度的軍備競賽，快還要更快，而且時機剛剛好。2008年碰上全球金融海嘯，北京推出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救市計劃，大把大把的鈔票往基礎建設裡砸，鐵路正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那幾年中國流行一句話叫鐵公雞，鐵路、公路、基礎建設是拉動經濟的3大法寶，而高鐵是法寶中的法寶。鐵道部發債跟銀行貸款，反正背後站着國家，銀行搶着把錢送上門，錢像不用還一樣的撒出去。事後證明，還真的有人以為不用還。到2010年底，中國鐵路系統的負債是1兆8900億人民幣，請記住這個數字，因為它後面會翻好幾倍。哪知道2011年劇本突然轉彎，那年2月，劉志軍被中紀委帶走，罪名是嚴重違紀，法院後來認定他受賄6400多萬人民幣。2013年被判死刑，緩期執行。這位被稱為中國高鐵之父的男人，人生的終點站不是哪座豪華車站，而是秦城監獄。更精彩的是他的副手，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人稱高鐵技術的操盤手，被查出受賄4700多萬人民幣。他在法庭上還爆出一個驚天內幕，其中2300萬是他準備拿去參評中國科學院院士用的。這位老兄評了2次院士，2007年那次只差7票就選上了，連院士的門票都可以用錢鋪路，你就知道那個系統的錢淹到了什麼高度。5個月之後，更大的事來了。2011年7月23日晚上，溫州附近2列動車追撞，
好幾節車廂直接從高架橋上摔下去，40人死亡，172人受傷。事後調查認定，劉志軍等人要負主要責任。他曾經未經批准，擅自把路線的設計標準從時速200公里提高到250公里。那場事故裡還有一幕讓全中國炸鍋，救援還沒完全結束，出事的車體就被挖土機就地掩埋。記者追問為什麼，鐵道部發言人丟下一句名言：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這句話後來成了那個瘋狂年代的黑色注解。順帶一提，那位發言人不久之後就離開了發言台，被外派到波蘭。而那場事故也是中国微博時代第一次被全民圍觀的大災難，幾千萬人在網絡上追問真相，追到官方下令媒體集體降溫，最後每位罹難者賠償91萬5千元人民幣。事情就這樣翻頁。但很多中國人對高鐵神話的信任是從那個晚上開始出現裂縫的。照理說，出了這種事，抓了這種人，這場高鐵狂飆總該踩一下剎車了吧？一開始確實有，事故之後，中國高鐵全面降速，時速350的降到300，250的降到200，新路線的審批也放緩了一陣子。2013年，鐵道部乾脆被整個撤銷，政企分開，掛牌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也就是今天國鐵集团的前身。然而事情没這麼簡單，招牌換了，劇本沒換。鐵道部欠下的每一分債原封不動由新公司全數繼承。停頓沒多久，油門又踩回去了，而且踩得更深。因為這時候所有人都發現，高鐵早就不只是交通工具，它是拉動 GDP 的神器，是地方官員的政績，是大國崛起的門面。這種東西怎麼可以停？於是我們看到一條瘋狂的成長曲線。2008年才幾百公里，2018年底衝到29000公里，到2024年底48000公里，占全世界高鐵總里程的70%以上，等於全球每10公里高鐵就有7公里鋪在中國手上的動車組超過4000組，4縱4橫早就完工，現在蓋的是更誇張的8縱8橫，聽起來很威風，對不對？但同一時間還有另一條曲線也在狂飆，只是沒有人想看它，那就是債。2010年底1兆8900億，2018年9月衝到5兆2800億，2023年底中國國家鐵路集團的總負債突破6兆1300億人民幣，到2024年底來到大約6兆2000億，14年債務翻了3倍多。平均下來，過去這10幾年，中國鐵路系統每天新增的債務都是以億為單位在跳表。這個數字有多誇張？我們拿中國最有名的暴雷企業來比一比，恆大，那座壓垮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債務大山，總負債大約2兆多人民幣，全世界都說它是史詩級暴雷。而國鐵的負債是恆大的2-3倍，差別只在於恆大是民營企業，爆了就爆了，國鐵背後是國家，這顆雷只能一直抱在懷裡。再換個角度看，6兆的債相當於中國一整年 GDP 的將近 5%。國鐵集團賬上有大約10兆的資產，200萬名員工，是全世界員工最多的企業之一，光是每個月發薪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這麼大一頭巨獸，每天一睜眼就要先想辦法生出利息錢，那這6兆裡面有多少是高鐵害的？有公開數據可以拆。2016年底，中鐵總負債4兆7200億，其中至少3兆3000億是拿去蓋22000公里高鐵購買動車組花掉的，之後高鐵又蓋了2萬多公里，所以外界普遍估算跟高鐵直接相關的債務大約就在4兆人民幣上下。中國高鐵4兆負債講的就是這筆賬，4兆平均攤到每一個中國人頭上，一個人要背將近3000元人民幣。而且別忘了，這只是高鐵的部分，整個鐵路系統的債比這還多2兆。其實早就有人示警了，而且還是體制內的自己人。2019年1月，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在中國的財經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謹防高鐵灰犀牛。這篇文章一出來，直接在中國財經圈投下震撼彈，因為講這話的不是外國媒體，而是中國最頂尖的交通經濟學者之一。灰犀牛這個詞來自美國學者米歇爾·沃克，意思是那種明明就站在你眼前，體積巨大，遲早會撞死你，但所有人都假裝沒看見的危機。黑天鵝是意外，
灰犀牛不是，灰犀牛是你眼睜睜看着它朝你衝過来，卻因為它平常看起來很溫馴，就懶得閃開。趙堅在文章裡講了一句非常重的話，他說，人們通常只看到中國高鐵營運里程的世界第一，看到高鐵的快捷，卻對事情的另一面視而不見。高鐵的債務和營運虧損同樣是世界第一，兩個世界第一，官方只願意講前面那一個。他還舉了一個殺傷力極強的例子，蘭新高鐵從蘭州通到烏魯木齊，1700多公里，穿越戈壁大漠，上千億人民幣蓋出來，設計能力是每天可以開行160對以上的列車，那實際上每天開幾對？4對。趙堅說，這條線的運輸收入連電費都付不起。你沒聽錯，不是付不起利息，不是付不起員工薪水，是連讓列車動起來的那度電都付不起。有人會幫忙緩頰，蘭新高鐵是戰略布局，是國土開發，不能只算經濟賬。這話聽起來很大氣，但問題是，戰略可以解釋為什麼要蓋，卻不能拿來付電費。賬不會因為你講情懷就消失。這裡我們先岔開講一個冷知識，放眼全世界，高鐵能穩定賺錢的路線，用一隻手就數得完。日本的東海道新幹線1964年通車，串起東京到大阪這條全球最密集的城市走廊，轉法國巴黎到里昂，轉再來，差不多就要輪到中國的京滬線了。高鐵這門生意本來就是地獄級難度，全世界及格的沒幾條。不信你看美國，加州高鐵2008年公投過關，原本預算300多億美元，蓋了10幾年，預算一路膨脹到上千億美元，到今天連一段都還沒通車，連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都蓋到懷疑人生，你就知道這東西有多燒錢。差別在於，美國是蓋不下去，中國是停不下來。那中國48000公里的網，到底哪些線及格？答案講出來，你可能不敢相信。截至2023年底，能夠獲利的里程大約只有2300公里，佔全部的 6%。具體來說，就是京滬、京津、滬杭、滬寧、寧杭、廣深港這6條線，剩下的 94%通通在賠錢。而這 6% 裡面的王者是京滬高鐵。2011年6月通車，北京到上海，一路串起天津、濟南、南京這些千萬人口等級的大城市。2014年就開始獲利，2020年風風光光上市，被中國媒體稱為現金奶牛，還有人叫它打工人專線。2024年，它營收421億人民幣，淨賺127億，光是上半年平均一天就淨賺3400多萬，換算下來每小時大概進賬140多萬人民幣。看到問題了嗎？京滬高鐵一年賺127億，但整個國鐵集團2024年的淨利潤只有39億，這代表什麼？代表其他路線把奶牛擠出來的奶全部喝光，還倒貼了幾十億進去，一整個國家的高鐵網就靠這一頭牛去養4萬多公里的吞金獸。再往前翻幾年，賬更難看。疫情3年，國鐵集团的虧損一年比一年深，光2022年一年就淨虧696億人民幣，3年加起來虧掉超過1700億。2023年靠着解封後的報復性出行，好不容易轉正，淨利33億，中國媒體一片歡呼。可是33億對上6兆的債，你自己感受一下那個比例。國鐵集團2024年全年營收1兆2800多億人民幣，聽起來嚇死人。淨利潤39億，利潤率 0.3%， 比你把錢放在銀行活存還不如。而且這張成績單還是靠貨運、靠副業收入拼了老命撐出來的。更要命的是利息，6兆的債，就算利率壓得再低，外界粗估一年的利息也要1000多億人民幣。攤開來算，平均每天一睜眼，將近3億人民幣的利息就先燒掉了，車都還沒開出站。國鐵一整年拼死拼活賺到的39億，連利息的零頭都付不起，只能借新債還舊債，讓雪球繼續滾。這不是做生意，這是在幫債務打工。講到這裡，你可能會問，路線賠錢是不是因為根本沒人搭？好問題，我們直接看車廂裡的實況。2025年年初的春運，中國網絡上瘋傳一批影片，影片裡高鐵車廂空蕩蕩，一整排一整排的空位，有乘客邊走邊拍，連走好幾節車廂都碰不到幾個人，誇張到有網友形容整列車只有3個人。
而同一時間，便宜的綠皮火車，也就是傳統的普速列車，擠到連車門都快關不上，走道上塞滿了扛着行李的返鄉客。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票價差太多了。當時的報道算過，北京到成都高鐵票價大約800到1000元人民幣，綠皮車的硬座只要200多元。經濟不景氣，農民工能省則省，寧可在硬座上搖晃20個小時，也不願意多花那幾百塊。高鐵快是快，但對口袋空空的人來說，時間是最不值錢的東西。講到票價，這裡有個結構性的死結，中國高鐵的票價是政策價。有媒體比較過，同樣的距離，中國高鐵票價大概只有日本新幹線的1/3上下，聽起來對乘客很佛心。問題是，成本不會跟着佛心，票價是上面定的，漲不上去；成本是市場定的，降不下來。中間那個差額，日積月累就變成了債。你可能會想，那漲價不就好了？問題是不能亂漲。高鐵在中國被定位成公共服務，票價牽動民生和輿論，一漲就被罵翻，不漲賬上就繼續失血。左手是政治，右手是財務，兩只手互掐，一掐就是10幾年。這裡還有一個更弔詭的現象，很多人抱怨高鐵票搶不到，車廂裡卻一堆空位。有鐵路內部人士向媒體透露，售票系統會分段放票，控制票額，為了整條線的調度，寧可讓部分區間的座位空着跑，搶不到票的人一肚子火，跑起來的車一路放空，兩邊一起輸，只有系統覺得自己贏了。還有網友發現，這些年便宜的綠皮車班次被一路削減，想省錢的人選擇越來越少，等於被半強迫升級去搭高鐵。結果呢？熱門幹線照樣擠爆，冷門支線照樣跑空。官方喊上座率創新高，網友貼出來的影片卻是空車廂，兩邊可能都是真的，因為平均數字永遠是最會說謊的東西。更妙的是，2024年6月15日起，武廣、滬杭這些最熱門的路段票價還逆勢調漲，漲幅最高將近20%。漲完之後，有中國網友發現，部分熱門航線的特價機票居然比高鐵2等座還便宜。高鐵本來是要跟飛機搶客人的，現在反過來把客人往機場推。你看這個邏輯，虧錢所以漲價，漲價乘客跑去搭綠皮車、搭飛機，乘客跑掉就虧更多。這個死亡回圈，任何一本經濟學課本都寫得明明白白，但就是沒有人擋得住它發生。車上沒人就算了，更慘的是，有些車站連車都等不到。根據中國媒体2024年的盤點，全中國至少有26座高鐵站，蓋完之後直接閒置，因為地點太偏，周邊什麼配套都沒有，客流量低到不值得停靠。中國網友幫這種車站取了一個外號，叫養蚊子車站。台灣人對蚊子館這個詞不陌生，但對岸直接把它升級成蚊子車站，一次26座，座座都是幾千萬起跳的豪華版。最有名的案例是海南儋州的海頭站，花了4000多萬人民幣蓋好，然後大門一鎖，一鎖就是將近8年。為什麼不開？因為鐵路部門估算，這一站每天上下車的乘客不到100人，開門一天就賠一天，乾脆不開。後來這件事被罵上熱搜，輿論壓力太大。2023年12月15日，這座車站才終於開張，蓋它只花了1年多，等一個開門等了將近8年。這種事連首都都有。京津城際的亦莊站就在北京的經濟開發區旁邊，2008年跟着京津城際一起蓋好，然後大門一關，一關就是16年，直到2024年9月底才終於開門試營運。一座車站等一個開張，等了16年，比海頭站還能熬。16年是什麼概念？車站剛蓋好那一年出生的北京小孩都已經上高中了，這座車站才終於等到自己的第一批乘客。海南環島高鐵的萬寧和樂站同樣是蓋好了晾着，也是拖到2024年才總算通車。你沒看錯，首都旁邊開發區門口照樣可以蓋出一座閒置16年的車站。這已經不是選址失誤，是整套邏輯出了問題。這些車站為什麼會冒出來？因為在規劃的地圖上，每一個縣、每一個市都想要一個站。高鐵路線是直的，政治的力量是彎的，路線常常為了遷就各方繞來繞去，站越設越多，越設越偏。有些站與站之間近到列車才剛加速就要減速，350的設計時速
跑起來像在客氣。名單還很長，沈陽西站離沈陽市中心20多公里，短暫營運之後又關閉。南京的紫金山東站、江浦站，株洲的九郎山站、丹東西站、廣寧4站，全部都是同一個劇本。剪彩的時候鑼鼓喧天，官員排排站，剪完彩人去樓空。更慘的是，很多車站當年還配套規劃了雄心勃勃的高鐵新城，圈了地，畫了大餅，號稱要再造一個市中心。如今車站養蚊子，新城長雜草，當初瘋傳的宣傳圖裡那些摩天大樓一棟都沒長出來。還有一種更荒謬的，車站是開的，但你根本到不了。湖北的孝感北站掛着孝感的名字，實際上蓋在大悟縣的山區，離孝感市區將近90公里。中國網友封它為4大名北之首，還發明了一句名言：到孝感的乘客，請不要在孝感北站下車。在中国網絡上跟它齊名的還有一大票名字，在城裡、車站，在荒郊的難兄難弟，隨便一搜全是在地人的血淚抱怨。最諷刺的是距離，孝感市區的人開車去武漢的天河機場只要40公里，去自己城市名下的高鐵北站反而要開將近90公里。你說這個站當初到底是蓋給誰搭的？答案大家心知肚明，它不是蓋給乘客的，它是蓋給政績報告的。看到這裡，我們終於可以回答核心問題了：為什麼跑得越快賠得越多？這句話不是修辭，是數學，而且是3道一起考的數學題。第一題，成本。高鐵天生就貴，世界銀行估算過，中國蓋1公里高鐵平均要燒掉1億多人民幣，一列動車組造價也是上億起跳。蓋完之後更燒錢，路基、軌道、供電、訊號全是最高規格。每天凌晨還要停駛檢修，養護開支壓都壓不下來。你每多開一班車就多燒一份電，多磨一份鋼軌。如果車上只有小貓2-3隻，收進來的票錢連變動成本都補不上。班次開越多，虧損就越大，字面意義上的跑得越快賠得越多。對照一下，普通鐵路的造價大概只要高鐵的1/3到一半，還能客貨兩用。同樣一筆錢，你可以蓋一條什麼都能載的路，或者一條只能載人還常常載不到人的路。中國選了後者，而且一口氣選了48000公里。第二題，結構。高鐵只能載人，不能載貨，這是趙堅多年來一直大聲疾呼的問題。鐵路這門生意最穩定賺錢的其實是貨運，但中國把天量資金全壓在客運高鐵上，普通鐵路的貨運能力反而吃緊，大量貨物被擠去走公路，全社會的物流成本跟着墊高。趙堅的講法是，這叫交通運輸結構的嚴重惡化，花最多的錢蓋出一張只會在空氣的網。第三題，人口。高鐵要回本，需要的是京滬線那種條件，兩端都是超級都會，中間串起一整條有錢又有人的城市帶。可是放眼整個中國，具備這種條件的走廊，一只手就數得完。你把時速350公里的列車開進戈壁，開進大山，開進人口不斷外流的縣城，它能載到的就只有風。而且高鐵通到小城市還有一個反效果，中國學界叫它虹吸效應。本來以為高鐵一通，大城市的錢會流進小城市，結果通車之後，反而是小城市的年輕人消費力被大城市用90分鐘的車程整批吸走。車站蓋好了，人反而跑光了。這筆賬當初規劃的人沒有算過，於是出現一個殘酷的循環：高鐵越通，小城市越空；小城市越空，那條線就越賠。原本說好要救地方的建設，反而加速了地方的凋零。這是整個高鐵故事裡最黑色幽默的一章。對了，還有一筆賬根本還沒到期，動車組的設計壽命大約20年，最早那幾批車再過幾年就要大規模汰換，到時候又是一波天文數字的採購。這顆雪球的後面還排着另一顆雪球。那問題來了，明明賠成這樣，為什麼還要一直蓋？因為對地方政府來說，高鐵從來就不是一門生意，是政績。中國流行一句口號，叫高鐵一響，黃金萬兩。通高鐵等於城市有面子，蓋車站等於 GDP， 等於土地開發，等於官員升遷履歷上漂亮的一行字。這場競賽2018年由福建搶下第一個市通高鐵的頭銜，
到2024年底，中國已經有10個省做到市市通高鐵，每一座新車站的背後都是一筆新的債。至於通車以後賠不賠錢，那是下一任的事，反正賬單不會寄到自己家。搶高鐵搶到什麼程度？2009年，湖南邵陽為了爭取高鐵設站，爆發了一波接一波的萬人簽名爭路運動，臨近城市之間為了一個站點吵得不可開交。在那個氛圍裡，哪個官員敢說我們這裡人口太少，蓋了會賠錢，不用等上級處分，民意先把它淹死？所有人都知道會賠，所有人都繼續舉手贊成。更何況高鐵站還能帶動賣地，車站周邊的土地掛上高鐵新城的名號，價格立刻翻倍。地方政府靠賣地進賬，開發商靠題材炒作。至於10年後有沒有人住，那又是下一任的事了。地方政府也不是只出一張嘴，為了迎接高鐵，徵地、拆遷、蓋站前廣場、修連外道路，每一項都要地方自己掏錢，而地方的錢很多也是借來的。於是高鐵的債跟地方的債纏在一起，你欠你的，我欠我的，滾成一顆更大的雪球。其實北京自己也慌了。2021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專門發文嚴控高鐵建設，明確規定客流不夠密集的路線不准再按時速350公里的最高規格去蓋，等於官方親口承認之前蓋過頭了。只是已經鋪出去的4萬多公里鐵軌1公里都收不回來，而且長遠的規劃根本沒停。按照官方藍圖，到2035年中國高鐵要蓋到7萬公里，比現在再多將近5成。光是2024年1年，全中國鐵路固定資產投資就又砸下去8500億人民幣，一邊欠着6兆，一邊繼續開工。更絕的是，這套模式還出口了。中國在印尼蓋的雅萬高鐵2023年10月通車，是東南亞第一條高鐵，聽起來風光，但預算從60億美元一路超支到70多億美元。印尼政府最後不得不動用國家預算來扛，賠錢的基因連出海都原汁原味地帶了過去。這就是灰犀牛最可怕的地方，每個人都看得見它，但每個人都有理由繼續為它停下來。經濟數字馬上難看，爛尾工程馬上現形，幾百萬相關就業馬上出問題，繼續蓋，債務雪球就繼續滾，進退兩難。最後的選擇是閉着眼睛踩油門。那這6兆的債最後到底誰來還？攤開來看，路只有3條。第一條，財政兜底，等於全體納稅人買單。第二條，繼續借新還舊，把問題留給下一代。第三條，印鈔稀釋，讓所有人的錢包一起變薄。你會發現3條路的終點都是同一個，賬單最後還是落在14億人頭上。而且徵兆已經在路上了，漲票價是跟乘客要錢，砍綠皮車是逼你消費升級，車站蓋商場拼副業是自己想辦法找錢。每一個動作都是那頭灰犀牛換了個姿勢，把重量往普通人身上壓。有人可能會說，怕什麼？國家兜得住，也許吧。但別忘了，現在排隊等着國家兜底的不是只有鐵路，地方債、房地產、銀行、壞賬，每一個都是兆元等級的無底洞。灰犀牛從來不是一頭，是一群，而高鐵是裡面塊頭最大的幾頭之一。講到這裡，我們把鏡頭轉回台灣，同樣是高鐵，換一個地方，劇本可以完全不一樣。台灣高鐵一條線大約350公里，長度連中國高鐵網的1%都不到。可是2024年，這條線載了7800多萬人次，營收第一次衝破新台幣500億，稅前淨利80億，準點率常年維持在99%以上，排在全世界最前段。連續假期一位難求，還得拼命加開班次疏運。2007年台灣高鐵剛通車的時候，也有一堆人唱衰，說運量撐不起來，說會變成蚊子鐵路。結果快20年過去，這條線用1年比1年高的載客數，把當年的唱衰通通打臉。如今不但賺錢，還能穩定配息給股東，是全世界極少數真正自己養活自己的高鐵。現在的煩惱不是沒人搭，是人太多，班次不夠載。為什麼我們一條線就能賺錢？因為它蓋在對的地方。台灣西部走廊短短300多公里，塞進了全台灣大約90%的人口。台北到高雄最快90幾分鐘，
班班有人坐。我們沒有為了面子把高鐵蓋進深山，沒有在沒人住的地方蓋豪華車站，一條路線老老實實服務2000多萬人，然後老老實實的賺錢。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高鐵載的是真實的需求，通勤族、出差族、返鄉的游子，南北一日生活圈不是口號，是每天真實發生的日常。高鐵對台灣人來說不是面子工程，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這才是一條高鐵最健康的樣子。我們當然不是說台灣凡事都完美，但至少在高鐵這件事上，台灣交出的是一張全世界都羨慕的成績单，規模剛剛好，需求是真的，獲利也是真的，1塊錢都不用靠面子撐，這就是規模跟本事的差別。里程不用世界第一，車站不用金碧輝煌，載得到人，養得活自己才是真功夫。這一點，台灣是真的有底氣。回頭看海峽對岸，那頭灰犀牛還站在原地，而且還在長大。趙堅發出警告是2019年，那時債務是5兆多，如今已經6兆2，工地還在一個一個開。至於那位吹哨的教授呢，文章發表之後，爭論熱鬧了一陣子，然後工程照舊，開工照舊。他的警告就像丟進湖裡的石頭，響了一聲，沉了下去。只是石头沉得掉，債沉不掉。2024年國鐵的賬面上，資產負債率寫着 63.5%， 比前一年下降，看起來好像在好轉，但攤開來看就會發現，那主要是靠國家不斷注資，把分母做大撐出來的。那口債務的井從來沒有真的變淺過。最後還有一個細節，可能才是整件事最深的謎。國鐵集團的財報從來不公布每一條路線的個別損益，我們知道只有6條線賺錢，那是學者一條一條推算出來的。至於剩下 94% 的路線，每一條到底賠多少，有幾條連電費都付不起，這些窟窿加起來離引爆點還有多遠？在所有公開資料裡，你永遠找不到答案。下一次，當你再看到中國高鐵又破了什麼記錄，又通了哪條新線，不妨想起今天這3個數字：4兆的高鐵債，6兆的總負債，39億的年利潤。這3個數字擺在一起，就是中國高鐵賠錢的真相。速度是真的，里程是真的，但賬單也是真的。賬總有一天要算，只是沒有人知道那本賬會在哪一天，用什麼方式被攤開。我們只知道，此時此刻，那些空蕩蕩的列車還在用時速350公里安靜地駛向下一座沒有人的車站。